但追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看到中日之间哦，哇，真的是非常的猛烈。主要原因当然还是因为高市早苗的一番台湾有事言论哦，说这个存亡危急之时要用集体自卫权，惹怒了中国大陆。好，我们也看到了相关的官员也跑到了北京这边要谈哦，但是看起来没有办法来消除中方的怒火。好，所以我们先大家来看一下哦，这个中日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这个断交的局面哦？当然可能还没有到这样子夸张。但我们看到哦，像是百度热搜的第1名哦，就是中方日本没资格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好，微博热搜的第4名也说，日本根本没资格要求成为常任理事国。好，所以这个言论延烧到现在开始哦，就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哦，也特别有谈话讲到说，高市早苗说台湾有事成为这个日本存亡危机事态哦，就会采取军事回应。哇，这就点燃了中日间新一轮的外交烽火。好，那他特别讲到啊，日本根本没有资格要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好，就因为傅聪讲的这句话，所以也登上了相关的热搜榜。好，当然现在也有这个讨论说，今天日本必须要决定这个是否要自取灭亡，也登上了这个百度热搜。好，里头的内容是讲说，高市早苗拿台湾有事大肆的渲染这个存亡危机，但是日本真正的存亡危机到底是什么呢？好，是高市早苗这样的政客作为首相，是日本政府处心积虑要践踏国际法理，更是时刻蠢动的这个军国主义阴魂。那目前哦，中国的反击已经像是相当克制了。好，所以看起来哦，中方的情绪哦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日方有人到了北京要谈，所以有稍微平缓，反而是更加激烈。好，所以我们看到原定哦广岛中日的友好纪念活动被叫停哦，所以这个交流也受阻了。这是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取消了原定在广岛市举行的日中友好活动。江苏省的代表团取消了对爱知县的访问，那原定11月下旬的东京、北京论坛也宣布延期了。好，几乎所有的情况都是呈现一个终止交流的状态哦。好，那当然我们看到了这个日本的官员到了北京。好，那这个画面哦，其实大家哦也是在网络上看到，觉得这个气焰哦一涨一消哦，非常的高下立判。好，也就是呢，这个中日司长级的会晤哦，真的是冰点收场。那日本这边也拒撤回高市早苗涉台的言论哦。那我们看到了中方这边是刘劲松，他用5-4装插袋来送客。好，带大家来看一下哦，这个金井正章，也就是日方的代表，他离去之后，刘劲松在众多媒体包围下哦，从附属大楼走回中国外交部的主楼，那就面对了这个媒体询问哦，我们就来听听看他怎么讲。辩护人觉得满意吗？当然不满意。气氛怎么样？严肃。当然不满意又严肃哦。好，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哦，其实就是他们从大楼走出来。那刘劲松中方这边呢，身穿的是5-4青年装，佩戴着国徽，跟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的局长金井正章会面。好，金井正章一行离开了中国外交部哦。那玉渊谈天也发布影片形容哦，这是日本官员低头听中方的谈话。哦，确实大家看得出来嘛，这个中方还插着口袋哦，这气势比较高哦，那日方这边哦就比较弱一些哦，所以这个气焰的消长哦真的是高下立判。好，那当然看到高市让日本陷入一个困境嘛，除了台湾有事的发言，现在有人哦应该可能是党内放话了，好说高市早苗可能在12月底要参拜靖国神社哦，又是一个敏感的红线哦。好，参拜的时间据说会在日本国会的临时议期的结束时哦，那最可能的时间点
就是在12月26号。好，那2013年安倍晋三也是在这天参拜靖国神社，所以有可能是12月26号。好，那另外一个时间点可能说就是元旦，因为小泉纯一郎过去也在这一天曾经参拜过靖国神社。好，但是靖国神社真的是，如果现在高市还要去的话，恐怕又会有另外一番的争论。好，但是中国气道也是一周16次的批判。好，高市早苗涉台言论引发了激烈的反弹，官媒这边就怒骂。好，我们看到了包含了中国大陆的外交部，还有中国驻日大使馆，以及国台办、国防部以及中国海警等等的多部门，针对日本发起的批评或相关的措施，这个次数总和大家算一算是多达16次，对日本政府释出最强烈的信号，好，呼吁日本政府收回与台湾事务相关的错误言论。好，那高市一语真的惊动了整个亚太这个情势的发展，尤其是中日之间所以也会造成日本经济上的一个危局。好，这是日本继承与发展村山谈话会的理事长藤田高景他就讲了蛮坦言的，他说其实中国跟日本就是最大的贸易伙伴，那第二大的出口国跟最大进口来源国，所以两国的经济这个利益跟产业的供应链深度的交融。那这样一来，是不是就会造成两国之间就暂停交流嘛？很多事情干脆就用经济来进行制裁。所以如果中日的关系恶化，受苦的就会是日本的国民。好，现在看起来，不管是在娱乐上面，在各个层次，还包含了日本海产的部分，中国大陆这边都有做相关的制止跟遏制好，那中日的这个磋商看起来降到冰点而且我们看到中方的刘劲松这个脸非常的臭，哇，看起来这个还会再持续余波荡漾一阵子。我们先问介大使。其实这一次日本的这个高市早苗的发言在正常的国与国关系里面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他在平时的状况说要对另外一个国家这个使用武力，这个任何国家都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高市早苗日本的政治人物也这个批评他是这个不够慎重，然后呢很多事情他不晓得后果。逞一时之快，口实之快，可能日本在经济上在很多实际的利益上会受到很大的损害。当然啦，日本这个国家本来就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他的老百姓会支持他，可是问题就会支持多久？那今天我们站在一个这个很客观的角度上来讲的话，那么在平时状态，那么对一个假设问题，要对另外一个国家宣称要动武，这个任何国家都不要他忍受。而且这个高市早苗的说法，这个有关台湾的问题这个美国是采取策略性模糊政策那么日本的这个他的前任高市早苗前任石破茂说，日本历任首相从来没有对这样子的问题做这样子讲话。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美国的总统也从来没有这样讲过。你就问，就现在的这个川普总统人家认为他是够激进了，可是他带了两岸问题的话，从来不会讲一个假设问题，他就要动用武力。那个国与国之间威胁动用武力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有人会觉得中国大陆好像反应非常的这个强烈。我跟你讲，换了别的国家可能会更强烈那作为一个国家的领袖，公然的说要对另外一个国家动用武力这个在20世纪以后，也联合国成立以后这是会引起极大纷争的。所以现在他也拒不收回这样子的说法的话，那么他可能会让日本付出越来越多的代价。因为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话，现在它的这个等级是跟美国等量齐观的，那手上有很多杀手锏。另外一下，中国大陆的经济体量来讲，也不是日本可以望其项背的。那么日本如果说它有5亿的 GDP 中国大陆是18亿所以那个差距是非常的大。那而且日本现在还有很多企业是依赖中国市场的。
那么中国的企业对日本也有依赖的，可是的依赖程度只有5%，那日本的依赖程度是在22%左右，所以高市早苗最后会引起日本很多人对他的说法的一个检讨，是他有点自不量力，而且呢，这种说法本来在国际关系里面就是不被认可，也不被接受的。那现在这个中国大陆对日本的施压是逐步的往上施的，那后面还会不会有呢？就 Bloomberg 的美国的媒体报道的话，他说可能会对日本实施禁运。你想想看，美国人就猜了实施禁运哪个项目？你想想看，美国都受不了的稀土的禁运，可能会让日本的汽车工业还有相干的衣冠产业都会停顿。所以我觉得日本现在还在撑在那个地方，能撑多久真的很难说了。确实现在高市早苗在年轻人的支持率是蛮高的，但是如果这个民众觉得有痛了，还会支持吗？对不对？正峰委员，这个年轻人的支持率我们不必太在意。日本的政客的支持率高高低低，但是更重要的是，当时高市早苗在当国会议员出任的时候，在质询的时候，就对村山富士是这样的讲法：你们那一代所犯的错，为什么我们这一代还要来道歉呢？这是他们的想法。所以对日本的年轻人讲起来，历史断层的情况下，他是啊，但你们犯的错，为什么我们这一代的道歉，然后搞得我们这一代紧张呢？忘了历史是要延续的，所以在整个日本的情况里面，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其中有一个对2次大战里面有一个项目值得大家思考，他们是反思为什么战败，而不反思为什么是侵略。他们只有在想，为什么当年我战败了啊？我理由切的在哪里？他从不去想为什么我侵略人家了。所以到现在为止，日本在整个的亚洲所犯的罪行，在中国大陆所犯的罪行，他们好像视而不见一样。然后常常会讲一句话：我们2次大战，我们对这个国家已经付出了很多的援助了，意思就是说我事后的援助已经弥补了当年我的伤害了。日本人的思维，但是你的思维是你家的事，我们的苦难是我们的事，所以必须要了解个存亡危急这4个字啊。存亡危机这个是日本听着好像没算什么，但中国人讲起来那是莫大的刺激啊。918事变为什么侵略中国，就是用日本已经面临生存的存亡危机。我不晓得当时的中国大陆的政府对他有什么存亡危机，我就找个理由。所以伪满政府成立的时候，他对世界也是这样，我是存亡危机。那么假如这是你日本侵略的一个借口，在这个的情况下，你现在对于目前中日的关系，你的定位也是定位为存亡危急的时候，那对中国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这个里面呢，大家可以来提呢，中美跟中日之间的仇恨是不一样，中美是利益的，100年来美国人给中国人的印象还算不错的。那么呢，日本，我想讲到这个，除非有那个恋日情节、舔日习惯、成习惯的人以外基本上大家只要谈到这一段，历史总是要清算的。我们再来看看高市早苗是一个极端不成熟的政治人物，为什么？我们来看看，在庆州的时候，好不容易举行了中日的会谈，最高阶层的会谈，在中国大陆的外交设计里面呢，领袖之间的会谈所代表的意义是不太一样的。那为什么会这个会谈？大家也都知道，你曾经是一个右派子。那为什么会谈也就给你这样的一个面子？大家希望从此开始，双方也发表了声明了。这个声明里面讲得很清楚，那就是怎么样子，中日呢依照这个建交公报，继续双方之间的往来，一个中国的政策是非常的清楚。结果呢，你谈完了之后干了2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跟我们的 APEC 的代表林信利见面不是不行，那你不要公公然然再把照片给公布嘛，可以私下不要公布。因为这你等于打脸的一个小脸了呢。好，又回去以后，又再怎么样子，又这个时候又公布了这个他的所谓的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本来就没你的事，你惹出了一堆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下，你是一个非常非常不成熟的一个政治人物不成熟终于带给你很大的压力了。现在来看看，美国人不声援你有一个国家跑出来了，那叫朝鲜。
朝鲜最近开了一个研讨会，叫做朝鲜开了历史千年宿敌日本研究研讨会，千年宿敌啊，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对于朝鲜讲起来哦，你喜欢讲危机存亡，那我就告诉你，这千年来你们日本对朝鲜做了多少的，我没有攻击你，你的危机存亡伤害了我。好，舰长怎么看？如果日本的年轻一代，一直存有一个疑问，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这一代还要不断的道歉？他们应该要反省一下，他们曾经对过918事件，对于南京大屠杀，或者是整个的一个侵略中国14年的这一个行为，他们有曾经道歉过吗？没有，其实没有。所以呢，他们明明就没有道歉，那所以不断的要求你们要道歉，而且呢，我们讲到说，明明你们也不认错，怎么讲说不认错呢？明明你们在2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你们是投降的，那仔细听一下天皇的御音嘛，里面讲的是投降啊，可是你们现在为什么讲终战？为什么讲的是终战？因为你们不承认你们是投降的。那更可悲的，也就是在那个多山的小国的那一个领导人，也是说终战，那更是胡说八道。那至于说啊，我们看到这个有关于日本的外务省的亚洲大洋洲局的一个金井正章，他这个局长，那跟这个中国大陆外交部的这个亚洲也是亚洲司的这个司长，那他们见面的时候，其实我们这样讲，他们是在地位上面是平等的，所以其实他们是等于是很坦诚的交换意见，所以大家是很轻松的。但是呢，其实轻松之中，就好像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刘劲松先生他讲的一样，其实很严肃啊。那我们讲到说很多的地方啊，大家都会讲说肢体语言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是当年啊，这个麦克阿瑟他在美国的大使馆里面见到了这一个日本天皇的时候，他是叉腰的啊。你们谁对于这张照片讲过什么话？那而且他们的地位，如果假设天皇本身他如果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讲的话，但是麦克阿瑟不是国家领导人啊，麦克阿瑟可以叉着腰。那现在台湾有很多人的我再加一句话，图片给大家看一下，不只是叉着腰，是穿便服，对，穿金便服。这美国的见日本的皇帝啊，日本皇帝来见他，天皇，他是穿皇帝，那这叫天皇，全世界都叫皇帝，他有特别皇的。是，那所以我们这样讲到啊，他原来就是一种不平等的状态。那麦克阿瑟都可以这样叉着腰了，那现在为什么不行？那至于说啊，中国海警，那大家讲说，进入这个钓鱼台的这个部分啊。其实中国海警一天到晚在钓鱼台的领海当中出现，那这个也就是我们讲到中国大陆，它有它的工具箱里面有非常多的工具，现在只是拿出一点点工具出来，你不要吓到啊，未来还有越来越多。美国的态度是什么？美国态度很简单啊，也就是当初部署在延国基地的这一个提风飞弹立刻撤走，意思是什么？你高市早苗的锅川普是不背的，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中国大陆跟日本之间，我们刚刚也谈到了很多情绪性的状况，而且他们现在中国是用一些手段来施压日本。好，那当然还有这个加码施压的部分，我们看到这可能是日本也比较担心的，也就是呢，中国大陆现在延长了黄海的军演，好，从18号到25号每天的8时到18时，在黄海南部部分的海域要进行实弹射击。那新增实弹射击的海域在江苏
苏连云港东北外海大约是30公里处，那距离日本最近离岛大约是870公里，距离日本九州本岛大概是900到1000公里。好，那多线的环日军演反击台湾有事我们看到中国的军号也在发文，好，他在 X 的官方账号上面就贴出了一系列英文的警告好，所以他的目的也看得出来嘛，他也是对国际在进行他的宣示，好，说表示全国都有可能会成为战场的风险。好，那当然黄海进行的飞弹演习之外，还派遣了055型的驱逐舰、054A 的型护卫舰，还有903A 的型补给舰编队，在这个九州南部的大隅海峡附近进行战备巡航。那近期中国也在钓鱼台周围的海域派遣了海警船进行灰色地带的行动。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图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日攻击的一个概念图那大家就觉得哇，确实这个战争氛围满。好，那日本也抗议中国海警船驶入了钓鱼台，那这个是4艘的中国大陆海警船16号有驶入钓鱼台的周围海域，这引发日本向中方提出严正交涉。那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在18号就回应说，中方不接受日方提出的无理交涉，所以当场驳回，而且提出了反交涉。哇，看得出来中方对于日本现在的所作所为都非常的强力，在进行反击。好，那日本这边当然也会担心嘛，所以他们也要有一些部署。我们看到还有成功的测试超高速滑翔弹来部署这个 Block 1明年服役部署北海道跟九州。好，美国的海军学会新闻稿就有提到说，日本自卫队成功测试部署开发中的超高音速导弹系统叫做超高速滑翔弹。好，这要防御日本周边的岛屿，那最大射程是3000公里。预计 Block 1的型号在明年就会投入现役，强化日本西南部的岛链防御。好，但问题是中国大陆现在军事已经不是同日可遇这个包含的就是福建舰。好，福建舰让很多这个国家都觉得中国大陆现在真的是有够厉害好，那称台海若战之前不是日媒的产经新闻就讲说吗？如果中国大陆航母福建号来阻止美军介入台海，日本防卫省就可能会跟美军合作，对其采取行动，将这个福建号给击沉。好，那这话很多人觉得会不会有点夜郎自大？那日本海上自卫队跟中国解放军在规模跟战力上存在着巨大差距这个福建舰是电磁弹射型的航母，搭载的是歼35跟空警600，而且由055型的驱逐舰等组成一个完整的作战体系。那相比之下，我们来看日本它的出云级的轻舰航母这个数量有限，需依赖美国提供的 F-35B 的战机，作战自主性不足，那超高音速飞弹研发又屡次受挫，这个突防的能力差距相当的明显。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这画面上就是福建舰首次的实兵训练这个电磁弹射歼15DT 的战机那包含还有歼35空警630型的舰载机，成功完成在福建舰上的首次弹射起飞跟着舰训练。那这一次的海上实兵训练也首次出现了歼15DT所以确实引发大家蛮多的关注。好，那福建舰航母首次海上的实兵训练让专家也说，这代表的就是远海作战能力好，福建舰入列10几天就能组成编队，在海上展开了实兵训练。好，这意义相当重大。专家认为这进一步验证了就是福建舰现在交付及形成战斗力，那甚至也凸显了福建舰已经具备了远海的作战能力。好，那当然中国海军我们看到它扩展的相当快嘛，现在美国是不是也蛮紧张呢？先看美国这边发生了什么问题他们造船业缺工严重不足，所以海军部长就说希望造船业吸引并留住工人，那就必须提供更有竞争力的薪资。好，毕竟工人领到的薪水如果跟便利商店或亚马逊差不多，谁要去造军舰嘛？他很了解，但是不一定做得到好，美军海军的作战部长这个科德尔则说，这中国迅速的扩建大家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海军。那中国的造船能力让人印象深刻。那美国跟亚洲
盟友南韩跟日本合作就对自身的造船能力至关重要。那南韩这边的海军则是在18号起要在关岛近海实施代号为沉默鲨鱼的韩美联合反舰演习，要共同的捍卫印太安全稳定的承诺。所以看起来整个亚太局势，包含中日美南韩其实全部都归奏会大家真的是一体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影响。我们还是先看到中国大陆呛日本全境有事这件事情，我们先问舰长。其实我们回到高市早苗那句话也就是台湾有事恐怕成为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的部分其实真正中国大陆的重点在于台湾有事，台湾有事就是关你什么事因为以这一个高市早苗的说法，台湾有事，然后对于日本来讲是存亡危机事态的话，也就是把台湾视为一个国家。但是对于中国来讲，其实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之一，也就是你不但的想要军事介入，你还要分割中国的领土，这孰可忍孰不可忍那我们来讲说这个中国大陆的行动其实是慢慢升级的。现在我们大家看到的，如果是以这个平面媒体来讲他们是这样来描述的，也就是黄海军演在这个位置，但真的是这样吗？大家有把它的经纬度给描出来吗？然后大家就这样子示意一下，好像哎呦真的是剑拔弩张，其实根本不是我们来看到19号的深夜结束的这一个云航警83的部分，它其实是根本是在中国大陆的领海基线之内，领海基线之内，也就是内水的部分。我在我自己家门口、自己的家里面军演，难道不行吗？而且有人说这个是从来都没有的，那不好意思小舰长要来打脸了。随便捞资料2021年他就已经在这个地方军演过啦，而且是同一个地方，就叫做扁担港。而且大家不相信我再把这个图给放大给大家看，这就是2021年的3次，我都用白色来标注，今年的是黄色，也就是这一个多边形的部分，那不是范围更小吗？意思就是提醒你日本也就是现在我的工具箱刚打开，拿出一点小工具。那大家说有关于这一个云航警85云航警85其实领海基线在这里位置更偏我们讲到这个海州湾的部分。那这一个部分呢，其实以前也曾经在这个一模一样的经纬度超演过而且它这样的一个宽度呢，也就是它的长14.5公里，如果它的宽呢只有21.26公里，能够打飞弹，其实也只是这一种反装甲的飞弹而已。所以大家不要在那边好像讲得很严重你把那一个点画出来嘛，不要开局一张图，内容全胡说，人嘴两张皮，然后其实也不过是在恐吓大家而已。这个事态是会慢慢升级的。不相信你高市早苗再继续等着。好，介大使怎么看？因为日本事实上长期它的军事发展受控于美国，美国在前几年还不准日本发展超过300公里的打击范围的这种武器，所以日本事实上它是一个过去它是叫专务防守，它是以防守为主的这种军事力量。当然这几年美国把它这个狗圈的那个绳子放长了，日本人可以跑得远一点，可是美国人还是控制住的。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日本的军事力量没有自主决定裁量自己行使武力的空间。所以这一次你可以看出来，这个事情发生以后，高市早苗涉台言论引起争议以后，美国的福斯新闻立刻就问川普总统川普总统不答复他说有些盟友比朋友对我们还坏，然后呢，有些盟友对我们的作为比中国大陆做的还过分。这句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也就是说，你日本你要挑起跟中国大陆的这些战争的话，你有跟我美国先问过吗？你只是我的手下而已，
你没有在外面惹是生非的权利。因为美国跟日本之间有个安保条约，你日本今天陷入战争，美国要采取行动的。可是问题就变成，你如果是自己在外面惹是生非的话，美国为什么要被你拖入战争呢？所以美国跟他所有的这些盟友，他最讨厌就是说，主动权在我，你不要把我美国拖进去，这些不符合我美国利益的。所以其实这高市早苗事实上真的是这个做首相有一点经验历练方面都很差，他认为这些事情理所当然，可他这句话犯了美国的忌讳，所以呢，事实上的话，美国到现在也没有给这个日本这种远距打击的力量，这个所谓的那个战斧飞弹可以打1300公里还没运到来，所以高市早苗有一点点操之过急那论军力来讲的话，我想我们小舰长最清楚了。那以远距打击能力的话，日本不是中国大陆的对手，所以呢，没有实力讲出了超过实力的话，这是日本人对他最不满的地方。好，顺峰委员，这样子，中日之间现在大陆应该只是秀肌肉了，还不会亮剑了，因为距离亮剑还有一段距离要慢慢的走。但是呢，中日之间的实力呢，在2015年的前后是发生了逆转。在2015年以前，美国加日本确实在东亚那是没有敌手的。你还记得2012年这个辽宁号刚出巡的时候，有一个照片，一个美国的舰长把脚翘起来，然后远远看着辽宁号，那啥玩意儿嘛？你不跟我比什么？我想看到了福建号之后，他们脚大概不会翘了，不会翘，这个就是逆转。我们再看看一个很悲催的数据你看一个055造价是8亿美金，大概15个月到18个月可以造出来。可是呢，伯克级是25亿美金，要5年才造得出来。我们就用撞的好了，一烧撞一烧，有没有？撞完再去造大概大陆已经又重新下设了2波了，那你的船在哪里呢？可能呢还是不知道的。但是有一个情况会出现，就钓鱼台。钓鱼台的变化，我认为是这一次里面会一个最大的变化，而且彻底的压制。因此，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大概就像菲律宾的坐滩一样的，就把船有没有就开到了，然后就不走了。以前是绕完以后就回去嘛，就不走了，就看你海保船要怎么来这对。那么中国大陆也知道这一场仗是不会轻易打开的，因为大家都不合算。但是在这个机队里面，一定要趁机把日本这一个势要给它给压制下去。因为日本有一个特点，你不要只打他一个巴掌，就要把他狠狠的他入兵到入耳一料，他真的就会服你，因为你比他强。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民主国家看执政当局的时候，常常会看民调数字所以我们也来看看川普的民调。好，川普常常说他自己的民调很高很高，所以美国人民对他非常支持。但问题是他现在遇到了一个这个受挫点，也就是重返白宫以来的新低好，看到民调显示，民众对他的支持度跌到38%。好，主要第一个就是高物价的方式，民众对他处理觉得非常不满，还有同时他在共和党内的支持也开始松动了。好，不过他的行程还是非常多那最新也看到他到了这个麦当劳希望价格更加的亲民他宣布麦当劳套餐即将要调降价格而且再度的聚焦通膨跟经济议题，那批评民主党政策导致物价高涨，那强调要让外食成本回归平民美食，以回应民众对生活成本的忧虑。好，所以自己他也特别有讲到说嘛，这个通膨跟经济不是他的问题是民主党政策所导致的，又怪别人。好，那这汉堡变贵了，我们看到财长贝森特就说这个是因为大规模的移民一种北美已经根除的疾病从南美传入，那这些移民带着他们的牛只一同前来，所以导致北美牛只的疫病复燃，所以他指控拜登政府放任移民
散播这个染病的牛只，好，又是别人的错。好，所以呢，现在要看到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哦，到底有没有办法有一个更好的这个贸易形态哦，也就是在大豆这边哦，好，因为说价格远高于巴西，所以中国大陆开始大量的购买美国大豆，但是也履行了川习会的承诺。好，这是路透社报道说，尽管美国的大豆期货远高于巴西的大豆，但是17号中方这边还是至少购买了14船的美国大豆，那这也是今年以来中方采购的最大一笔。好，那中国的贸易商就说啦，这就是一项政治的举措，因为中国企业这样做就是为了履行购买美国大豆的承诺，也就代表川习会谈一谈还是有一些效用的。好，但问题就在现在美国也很担心中国使出一个王牌，就是在药品的原料。好，中国美中经济安全检讨会的委员报告当中说，美国人服用的学名药当中，有大约1/4的药都依赖中国的关键成分。那这些通常价格低廉，是主要的原料，那占美国常用药品中的90%。那其中有一些成分只在中国生产。好，所以委员会就警告如果北京也如法炮制，用稀土的管制来对于药品的部分来进行应用的话，就可能会引发这个供应冲击，导致美国人的生命损失。但是中国这边是不是也悄悄的在布局呢？我们看到中资现在悄悄买下了 CIA 以及 FBI 的投保公司哦。好，那 BBC 就揭露说，美国有一家专门替情报机构提供保险的公司，那在美国的眼皮子底下被中资来收购。那这桩交易如今被揭露是中国近20年来斥资超过2兆美元，在全球布局敏感产业的一环。所以大家就说，是不是在悄悄的中方又在布一个大局呢？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哦，悄悄的在下棋，就是这样的感觉。好，那川普自己有料到这样吗？他自己可能在内部也蛮多争议的。好，最新他被 ABC 记者问了一些尖锐的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对沙尔曼亲王的提问那这位记者叫做 Blues。好，那他其实也有一些问题问到川普，川普竟然生气了。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说。Now, who are you with? I'm with ABC News, sir. You're with who? ABC News, sir. Fake news. ABC fake news. One of the But the worst. question is, One of the who is it, worst sir? in the business. You Now. know, it's not the question that I mind. It's your attitude. I think you are a terrible reporter. It's the way you ask these questions. You start off with a man who's highly respected, asking him a horrible, insubordinate, and just a terrible question. People are wise to your hoax, and ABC's your company, your crappy company, is one of the perpetrators. And I'll tell you something. I'll tell you something. So why not just sign it now? I think the Why not just license do it now? should be taken away from ABC because your news is so fake and it's so wrong. 哇，这是要关 ABC 吗？真的，ABC 是记者，记者问一些问题，其实也算是蛮正常主要还是因为他对沙尔曼亲王有问到说，美国情报机构认定你策划了残忍谋杀啦，那罹难者家属对你现在感到愤怒，美国人为何要相信你？好，所以川普就马上跳出来呢，甚至因为布鲁斯随后又提问有关于移魔富豪爱普斯坦丑闻的问题所以川普就怒呛了，见笑点手气就是安呢。那当然，川普也曾在14号就彪骂过这个记者，说你是这个 piggy， 说他是小猪也一样问到他不想问的、不想听的问题，他就骂人家所以什么东西都是别人的错。好，那川普也说，沙烏地阿拉伯为美国非洲的北约主要盟国，已经正式的宣布要将沙烏地阿拉伯列为这个非北约的盟国，那旨在深化这个两国间的军事合作。那川普也再创重大的经济外交成果，也就是王储现在有承诺1兆美元投资美沙签署了核能跟 AI 还有军售的合作方案。好，所以说这说两国算是进一步的有一些扩大性的合作。好，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川普现在真的民调很低，看来物价通膨对他有伤。我们先问介大使。事实上，美国现在这个通膨的问题是这个恶化的程度只是有增而无减
那很多过去很低廉的民生用品啊，包括食品的话，现在都涨得不成样子。那当然有钱的人他不太在乎啊，问题就出在这些基层的人。所以川普只是嘴硬，他说我们经济现在是迈向有史以来最好的这个过程中，我们现在好得不得了，所有的问题都控制住了。既然他这样讲的话，那请问他为什么要麦当劳把它的这个价格往下降？如果经济好的话，不是问题，他为什么去找麦当劳下手呢？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证明，就是他自己的行为证明他了解美国现在这个基层的生活很困难。他说我准备对美国的中低层还有中层的老百姓每户花2000块美金。这个如果说他们过得很好，需要你那2000块美金吗？那这2000块美金，他说，因为我跟这个外国抽了很多税，意思就是关税，这个替美国赚了很多钱，所以这钱我要拿出来分给大家穷人那可是他的这个财长贝森特前2天就发言了，他说这个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呢，如果要发像川普总统讲的这一笔钱的话，也就是这些中低肉收入户每户2000美元的话，总共美国要花6000亿美金，那这个只是他们美国政府这一阵子收到的关税的2倍，也就是收的关税收那么久，也不过才3000亿美金，现在你一发钱就要6000亿美金，所以他的这个川普的说法就被贝森特打脸了，所以贝森特赶快就是说这个将功赎罪马上就跟这个川普同一口径，把口径把他对这个非法移民又把一笔账赖在非法移民上去，而且这个讲法也蛮有趣的，非法移民偷渡还带着牛去了吗？我这个刚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蛮奇怪的一个讲法，带牛肉干进带牛肉干进来，所以呢，什么事都是美国现在一切的罪恶都是非法移民，反正非法移民抓到了也不经审判就把人送回去了也没有办法死无对证。另外大豆的部分，我觉得前一阵子我们也谈过。其实大豆的问题是在你没有办法找到足够的这个散装货轮，因为中国大陆要买的量好像要130几艘这些万吨级的这些散装货轮来运，现在没有办法找到这么多，所以你现在买了14船的大豆，其实看起来已经执行速度算是蛮快的，因为这个跟习近平跟这个川普的见面也不过1个月之前。那就能够落实，因为这个对大陆来讲是芝麻绿豆小事，花一点钱买一点大豆，就你美国这个总统亲口哀求，这还不做吗？对不对？所以是很简单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一些过去的新闻都是反川普的媒体在做报道，然后意思就是说川普是吹牛的，大陆根本也没有要买。不过我觉得随着中国大陆大概买这些大豆的事实出现的时候这些报道就会慢慢的消失了。好，顺风委员怎么看？这样来看我觉得现在最稳住川普政权的应该是北京，因为北京让川普之间好不容易谈出一个和谈的架构出来了，这个架构在北京讲起来不希望它发生变化，而且想尽力的保持它。而且最好呢，在今年4月份，假如中美高层有会谈，这个会谈再给川普一点加持。所以中国大陆给川普的一个战略指标应该是让你痛，但不可以让你死，因为你死了之后，这个民主党重来有没有？这个盘到底又要变成什么样子不知道。所以因此呢，中国大陆也乐于给川普一些话题，让他可以吹牛，因为川普最大的本事是文艺支持100%，只要有一个他就可以吹一堆。这个呢，所以让你痛，不可以让你死，而且希望维持这样的成果，然后把这个架构给框住了，这对中国是有利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可以知道，比如说买大豆的事情，才谈完就这样，没多少时间嘛，我就买，也不少14船大概84吨。对于所需要的1200万吨是还蛮有距离，但总之84块钱先拿到手了嘛。这个呢，对川普来讲，他又可以去吹了你看我一上台，这问题又解决了。所以中国大陆很配合的，会给他任何的话题。至于BBC 所提的这一个所谓的 FBI 还有 CIA 的这个干年的这个投保的资料
是那个是上海的复兴公司，蛮有名的，就是而且他最近在药界在这个他是药厂起家的，所以我们当时买那个什么买那个疫苗的时候就是复兴的嘛，就是他转了过来。然后他现在旅游也很进步，世界上最有名的地中海俱乐部啊，那个现在也是他的，他整个把它给买过来了啊。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丝路啊，这个最高档的类似是也是他的。那我讲这个就是说，它是多方的投资。那这个里面呢，是投资是合法的取得了这家公司的经营权，但是经营还是老外在经营，他是一个投资者。因为这样子，所以希望就开始去找，到底中国在海外现在到底投资有多少？不知道，预算吓一跳，应该将近12兆左右啊！而且呢，以为都是在发展跟未发展中国家，结果不是，是已发展国家差不多一半，发展跟发展中国家大概也是一半，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境呢，就构成了他今天在国际社会合法的投资，这个东西是很自然的。为什么？因为一个国家有了钱之后去投资世界，美国不这样，欧洲不就这样子吗？合理的啦，不用太紧张，都是合法的。好，我们最后问舰长。其实明年11月就面对了期中选举啊，那但是呢，川普更糟糕的，也就是他所有的民调啊。那如果说我们来看他重返执政以来，他的一个净支持率的话，我们看到他前一任川普 1.0， 他交出政权的时候，他的最低的支持度达到了34%，可是拜登其实比他高一点。35%，那是瞌睡桥啊，那你现在是瞌睡糖啊。那我们讲到说，他现在的一个支持度呢，已经降到38%了。这38%，我们看到，如果来分项来看的话，其实为什么我们刚刚讲到，他们只要凡事一讲到这个满意度，立刻就提到移民，因为移民是所有的分项里面它的一个支持度还算可以的。那另外呢，我们来看到所有的支持度呢已经降低了22%。那如果说对于经济的话，那以及我们看到有关于这一个大家的一个生活开支的话，那更是一败涂地啊。也就是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撑起给大家一个好的生活。那也就是现在大家慢慢看到 American Dream 已经不见了。怎么说呢？一个大麦克要卖20元美金，也就是630块台币。如果是这么贵的话，请问一下我们所有的观众，你要吃吗？这么贵，在美国你会说啊，我收入很多，你确定你有收入吗？其实现在有非常多毕业的留学生根本找不到工作，为什么？因为你连签证都有问题啊。所以我们讲到说，那个川普给美国人以及向往美国梦的这一些移民呢的所有的想法全部打破。那但是其实中国还是言出必行啊，也就是当初在釜山答应你要买大豆，的确就是买大豆啊。那为什么中国大陆要这样做？那当然我们可以在网络上看到中国大陆有非常多鹰派的人说就不买，就是不买。可是我们不要忘了啊，中美现在呢其实是在一个竞争式的互相依赖。那也就是如果现在呢直接的那个掀桌了，其实对于中国大陆也是不利的。那也就是说，什么叫做竞争式的互相依赖？也就是竞争中寻找共存。